那是经过了很多年、很多人的努力，才把老欧阿囝和黄阿囝的歧视名字给去除。但是外籍新娘呢？他们都变成了外籍老娘了，还是有人要叫他们外籍新娘？我不了解你们。大家好，这里是左岸光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集是《别再叫我外籍新娘》。这部影集于2007年在公视播出，内容是关于台湾新住民的故事。剧中的新住民都是由台湾真实的新住民所饰演，主要拍摄场景在三重空军一村眷村保留区以及胡志明市的古芝少数民族文化村。剧名乍看或许有些说教，但剧情还是相当动人。故事从社工君君遇到一名求助的新住民开始，带出了4段跨国婚姻的故事。应该着伤呢，有要紧无？哦，看到查某囡仔讲的口气就无同哦。请问像那个中山路怎么走啊？哪个方向？中山路你啊！今天的节目会先分析剧中4段跨国婚姻的故事线，并在各条故事线之后说明剧情中反映的台湾新住民处境。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请各位伙伴们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加入这个咖啡馆咯。第1对，阿青与金惠。阿青在路边看到越南新娘中介的广告，便兴奋地跟朋友分享，于是一行4人就一起出发前往越南讨老婆。长相英俊的阿青在相亲现场同时得到金惠与翠华的青睐，但是阿青似乎比较喜欢金惠，让翠华非常嫉妒，还私下对金惠说他家里穷，配不上阿青的家庭，要金惠不要跟他抢。但是阿青终究选择了金惠。阿青的朋友孝南无意间听到阿青跟家里打电话，这才意外发现，原来阿青这次来越南不是替自己讨老婆，而是为他脑性麻痹的哥哥阿广讨老婆。孝南认为阿青这么做是在糟蹋人家年轻女孩子，气得跟阿青打了起来，但是他也不忍心揭穿阿青。金惠知道真相以后受到惊吓，继而又感到伤心。君君说他可以协助金惠回越南，但是金惠因为家里还欠中介钱，而且亲戚朋友也可能会说闲话，所以他还是决定留在台湾。阿广也体谅金惠一时还无法接受他，所以不勉强金惠与他同床，自己打地铺睡。阿青因为欺骗了金惠，觉得良心不安，总是想补偿性的关心金惠，却又不敢跟他太靠近。金惠也是一看到阿青就流泪。家人虽然对金惠很好，但也一直对金惠施压，希望她赶快怀上阿广的孩子。有一天早上，妈妈发现阿广长期以来都打地铺，没有跟金惠同床睡。阿广对妈妈说，是他自己不想生孩子，因为他担心孩子生出来会跟他一样。妈妈气得要把金惠送回越南。阿广与阿青努力挽留，在一阵争吵中，爸爸中风了。出事后，金惠很害怕，不知道他该怎么做，妈妈才不会怪罪他。阿广说他们应该生个小孩，但是金惠告诉阿广，生养孩子都需要钱，如果阿广没有谋生能力的话，他要怎么帮阿广生孩子呢？阿广自觉要养家，于是开始找工作，但是他作为障碍者，找工作并不容易，家人也不放心，于是阿广每天西装笔挺地假装去电脑公司上班，然后偷偷换装卖口香糖，但终究还是被阿青发现。阿青为了让金惠死心，刻意带女性朋友来家里吃饭，让金惠大受刺激。于是金惠盛装打扮后，在饭桌上喝了许多杯酒，然后醉倒。阿青私下告诉阿广，他想让金惠死心的意图，希望阿广可以跟金惠好好的重新开始。这番话被金惠听见，于是金惠在阿广回来时告诉阿广，他愿意帮阿广生小孩。阿广问金惠是不是因为真心喜欢他，才想为他生小孩，金惠却无法回答。于是阿广情绪激动得癫痫发作。让金惠看到自己癫痫发作后，自卑的阿广开始对金惠爱理不理，妈妈更是威胁金惠，如果金惠再不跟阿广同床生小孩，就要把他送回越南。阿广甚至对金惠提出离婚。
金惠伤心地跑到阳台哭了一夜，之后就陷入高烧昏迷。金惠醒来后告诉阿广，她发现自己在跟阿广长期的相处中，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阿广。阿青啊，说实话，你应该要感谢金惠的善良。如果换成我就没那么好说话了。阿青为了避嫌，接受公司的指派转调大陆。临行前，阿青写了一份公益彩券创业计划书，让阿广可以靠彩券行自力更生。金惠被骗婚，或许是比较极端一点的情节，但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其实反映了台湾弱势男性的婚育困境。除了华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外，在身体或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男性，也有他们的亲密需求。所以，金惠虽然是这段关系中的受害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阿广这样的障碍者在台湾社会中的受压迫处境。例如，阿广在婚恋市场上的弱势，华人传宗接代的压力，就业成家的困难，亲密需求无法被满足等等，也才能细致地理解这场悲剧是怎么发生的。这其实是两个受压迫者之间互相挤压的复杂关系。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形的外籍配偶大多是因为家境贫穷而决定远嫁台湾，也让他们被媒体贴上了买卖婚姻的标签。媒体甚至批评他们因为是买卖婚姻，所以不会幸福，会影响孩子的成长，造成社会问题。不过我们别忘了，古代华人社会的婚姻大多都是媒妁之言，皇室贵族更是经常有政治联姻、公主和亲等等以利益为优先考量的婚姻。自由恋爱反倒是现代才有的事。而我们也知道，即使是自由恋爱，也不能保证婚姻幸福，反而常常是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而以利益为前提的婚姻，也未必就不会幸福。所以，我们又何必用异样眼光看待这样的跨国婚姻呢？好在我们在戏里看到金惠跟阿广有了好结局。第二对，孝南与翠华。翠华在相亲现场一眼就看中了阿青，但是阿青选择了金惠。翠华伤心之余，孝南前来安慰她，于是两个人就成了一对。翠华家里很有钱，她之所以选择嫁来台湾，其实是基于一种嫁入豪门的想象。因为越南的台商都很有钱，所以她以为孝南也会是个有华车豪宅的有钱人。谁知孝南只是个普通的水电工，家里有老妈、失智的老爸和前妻生的2个孩子，没有仆人。在越南的时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翠华，现在必须为一家人煮饭。孝南的前妻偶尔回来探视孩子时，还常常对翠华示威。不久，翠华怀孕了，但是在翠华快临盆时，孝南又被掳车勒赎的歹徒开车压断了脚，以致难以继续水电工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即将陷入困境，翠华不得不到处找工作赚钱，但这又伤到了孝南的自尊。于是孝南时不时跟翠华发脾气，还常常怀疑翠华从事性交易。当然，这也是台湾人常常对新住民有假结婚、真卖淫的刻板印象所致。婆婆也不习惯翠华这个外国来的媳妇，时常因为文化差异而跟翠华发生冲突，一家子鸡飞狗跳。后来，翠华眼见她的好姐妹秀珠发生家庭变故，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好好珍惜现有的一切。于是，翠华诚恳地与孝南婆婆沟通后，一肩扛起了家计，不但变卖自己的衣服首饰，而且什么工作都做，甚至还顶下了一间餐厅。翠华一边打电话向家人请教，一边用记忆摸索着做出家乡菜。翠华希望这间越南小吃店不但可以撑起家计，还可以成为姐妹们的避风港。翠华，我以前很讨厌你的好强，没想到你的好强却让你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活下来了。我觉得翠华的人设相当有趣，因为她有别于台湾媒体对新住民所建构的骗子或受害者形象，而翠华的遭遇也是典型新住民会遇到的困境。毕竟华人的婚姻制度对女性设下的框架是比较多的，女性不是嫁给丈夫个人，而是嫁给丈夫的整个家庭。
因此女性在婚后往往要承担男方家庭的责任，而新住民作为异文化出身的媳妇，更容易和婆家发生文化冲突，再加上娘家远在海外，也就更加重了新住民婚后生活不适应的情形。还好我们坚强的翠华都挺过来了，相信她日后一定能在台湾站稳脚跟的。还有另外2对夫妻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请待下回分解咯。我现在跟你说那个林氏梅芳啊，她家里面欠我很多钱呐，我想看一下你是不是有诚意还呐？真的，如果还想死的话，那带我一起去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加入讨论哦。